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刘亦菲的花木兰 vs 周庭的花木兰。这是一部电影，花木兰是迪士尼投资了2亿美元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尼基卡罗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然后女1号是刘亦菲男1号是甄子丹，巩俐、李连杰露脸支持，然后李杰、安宥鑫主演。这部电影呢，是今年迪士尼的一个重炮那么刘亦菲就是迪士尼的花木兰那么受疫情影响，这个迪士尼花木兰不会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的电影院上映它只会在它自己的串流平台上播放是9月4号就已经开始公映那么同时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都开始上映都在电影院上映那么9月15号就这个星期五会在中国大陆上映那么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花木兰都是票房的冠军迪士尼在这部电影上基本上算是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个项目一开始其实已经成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项目它已经包含了一系列的，就是说大家知道一部电影投资几亿美元，他在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要确保它成功的一些元素放进去花木兰第一个有动画片在前面铺底其实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找有知名度的导演，然后找有知名度的演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迪士尼最著名的是什么？最著名的电影都是家庭电影，就是能够进入家庭，能够带着小孩子去看，所以它有足够多的观众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迪士尼全球的推广和销售网络这就是一个电影公司确保它的电影能够成功的一些基本要素都在这里头。那么这个项目在商业上的成功和迪士尼在其他电影上成功基本上是类似的你可以看这些大的电影公司出品基本上是这些套路跑不掉的。然后在项目本身就在电影本身它又有一些套路都是套路所以大的电影公司它为什么经久不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些资源。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它的成功和它的整个的过程是有关系的但是中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插曲是什么？就是主角刘亦菲主角刘亦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故事发生在去年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环球时报有一个阿丫记者什么叫阿丫记者？阿丫记者就是号称是记者，但是他既不采访也不写稿但是他说他是记者，这就叫阿丫记者。这个阿丫记者呢，当时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香港的抗议者跑到香港机场去抗议。香港机场抗议呢，就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其实香港的这些抗议的这个模式五花八门，非常的有效其中有一个有效就是去香港机场抗议但是他没有瘫痪香港机场，只是在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抗议那么环球时报这个阿丫记者呢，跑到这个香港机场去，他去挑衅那个在现场抗议的这个香港民众，然后就被香港民众围殴围殴也没有打他，其实就围着他
然后他就喊了一句话，喊一句什么话呢？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其实香港其实没怎么打他啊，就没怎么，后来他就被这个警察救走了啊。其实是香港市民众把他放了，等于是把他放。那么人民日报就来事儿啊，来事儿就在微博上就去支持这个香港这个环球时报的记者，他就发了个帖子啊，发了帖子就红底白字啊。这个帖子就其实是一张图片啊，说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写了一句这样的话，然后就开始，这个帖子，人民日报这个帖子就开始在微博上流传啊。那么刘亦菲8月14号在他的微博就转发了人民日报的这个帖子，然后他也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跟帖啊，加了一个跟帖。叫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啊！这个帖子呢，刘亦菲有6700万粉丝，然后这个帖子呢转发了是86万的转发，留言是14万，点赞是294万，就将近300万的点赞。这个帖子啊，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有典型性的啊。那么中国的演员有超高的人气啊。那么当年在微博上最火的2个议员是谁呢？一个是范冰冰，一个是姚晨啊，姚晨。那么姚晨受欢迎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姚晨是仗义直言啊，那么他支持普世价值观，他说很多话说得非常到位，所以大家很拥护他，人气非常高。还有一个是谁呢？就是范冰冰啊，范冰冰的确是因为在演艺上她很红啊，在演艺圈她非常红，所以她也有超高人气。基本上这2个是当年最火的。后来姚晨是被警告啊，姚晨被警告，因为她支持这个普世价值观，那么有些话一说这个中宣部不高兴啊，就姚晨就结婚生子。就沉寂下来，然后范冰冰就被追税啊，也沉寂下来啊，就基本上就这样啊。那么中共呢，就经常利用这些大 V， 一个是大 V， 一个是议员，做什么呢？做推广啊，就推广，就我想推谁的帖子，就跟着说你要转发一下，然后这些人也不敢不听，就转发一下啊。那么就经常就是利用什么呢？利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利用他们的人气啊。那么刘亦菲这次转发这个人日的这个帖子，到底是为什么啊？什么情况下转发？没人知道啊。那么有3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就有可能是宣传部找他，或者网信办找他，说让他转发啊，或者是人民日报直接找他就要转发，都有可能啊。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刘亦菲团队的赌博啊。为什么？刘亦菲这些年没什么新作啊，人气开始下降啊。那么他现在有新片要出啊，对吧？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来攒个人气是有可能的，就是刘亦菲团队的赌博啊，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手贱啊，就是纯手贱啊，这3个可能性都有。那么毫无疑问，这些议员经常会成为这个中宣部、网信办这个洗脑机器的帮凶啊。这是在中国这是常态啊，这是常态。但是有一条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些议员来说，他有没有可能选择不说话呢？有可能，就是他可以选择不说。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些人选择出来说的都是有想法的，他绝对不是无辜的。说我没有选择，不可能，不可能没有选择，一定是有选择的啊。这是一个啊。
刘亦菲公开的这个挺香港的警察之后呢，然后抵制花木兰的这个声音就没有停过啊。那么香港市民很多香港网民就在推特上啊，就是抵制花木兰，就是 boycott 木兰啊的标签，大家可以上推特上搜一下。那么在期间，在这个拍摄期间，还有人要求换角，换掉刘亦菲啊。等迪士尼出真人版的花木兰的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底下也有很多抵制的留言啊。所以其实迪士尼的这个片子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被抵制啊，就是因为这个刘亦菲的这个行动，让这个片子受到抵制啊。最早出来抵制的是谁呢？就是黄之锋啊。黄之锋是大家记得啊，就是去年反送中最早是雨伞运动出来啊，就是香港众志。香港众志是一个政党，其实是一个政党，他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啊，后来辞职。然后他最早出来抵制啊。后来黄之锋在这个推特上他这么说，他说迪士尼向北京叩头啊，这是英文啊。刘亦菲公开而且骄傲地支持香港警察暴力，我呼吁每一个信仰人权的人抵制花木兰。然后他说香港人不认可支持香港警察的刘亦菲和甄子丹，因此我们呼吁各地爱好自由者抵制花木兰。目前流亡英国的这个香港众志的创办党主席是谁呢？叫罗冠聪，他流亡在英国啊，英国也转发这个帖子啊。其实最富有戏剧性的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年的8月，就上个月啊。今年的8月份是什么时候？因为花木兰要在9月份上映，所以8月份是花木兰密集推广的周期，这是他们的基本套路啊，基本套路。然后呢，花木兰迪士尼在网上，其实网上推广是现在的最重要的推广模式啊。那么花木兰就在网上密集的推广，碰到了什么？碰到了港版国安法啊。然后什么呢？这个迪士尼的花木兰刘亦菲就碰到了香港的花木兰周婷啊。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8月10号，这个周婷是谁？周婷大家都知道啊，她是香港众志3剑客，一个是黄之锋，一个是罗冠聪。罗冠聪是党主席，黄之锋是这个秘书长，周婷是他们其中一个重要成员啊。他们当初就是在雨伞运动的时候，周婷就已经出来了啊。那么周婷8月10号被捕啊，就是港版国安法他不是最早抓的那个人，最早抓的是3个人啊，3个人，是7月，就是刚刚过的1周之内，港版国安法抓了3个人。那么这是第2次抓，先抓的是谁？先抓的是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啊，和他的2个儿子，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苹果日报的几个高层，而且200个警察冲到这个苹果日报编辑部。这是当天这个事件一系列这个事件，其中包括什么呢？周婷被捕，这一个事件震动了全世界，就是全世界因为这件事情看清楚什么呢？看清楚港版国安法到底想干嘛。港版国安法就是要干这种事情，堵住你的嘴，不让你抗争，这就是港版国安法干的事情。然后周婷被捕之后，这件事情就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一个风暴。大家去回过头去看一下，你就能看到，在推特也好，
在 Facebook 上面也好，就是周庭的这个转发这个议题这个标签是排在非常前面的啊。那几天正好一头撞上了什么？撞上了迪士尼在网上做这个花木兰的推广造势啊，香港网友就顺手把这个花木兰给捞过来，捞过来怎么用？捞过来就是把周庭就和花木兰一结合在一起，周庭才是真正的花木兰啊，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就在网上开始传播啊。周庭被形容成真正的花木兰这件事情，和迪士尼为这个花木兰造势完全并行碰撞啊！这就是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隐喻啊，这个隐喻是什么呢？隐喻就是支持周庭。就是支持香港人的抗争啊，这就是一个隐喻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在传播周庭就是真正的花木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间就有一个隐喻，就支持周庭就支持香港的抗争，你抵制刘亦菲的花木兰就是抵制中共的暴政，大概在中间就有一个这样的隐喻在中间啊。网络语言的特点是什么？网络语言的特点就有一些，你可以看网络语言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快速啊，就是指你传播的非常的快，很短。然后还有一个，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网络语言你能够传播起来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直指人心的东西。就比如说讲周庭是真正的花木兰，第一，花木兰是英雄。第二，花木兰是女性。第二，花木兰是面对强暴啊，她不妥协，不屈服，就所以把这个花木兰移到这个周庭身上很搭，所以她迅速的传播起来啊。所以你看，她直指人心啊。第三个，她影响力巨大，影响力非常的大，她会潜移默化的改变很多人的看法，所以她影响力很大。而且他在社交媒体上一传播开，无法阻挡，这件事情就无法阻挡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花木兰的电影虽然商业上很成功，你看得过去啊，商业上很成功，但是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遇到什么麻烦？这个电影一公映就放在大家面前去检阅，然后就有人发现什么？发现电影的片尾的特别感谢名单里面出现了什么？新疆两个字。这新疆两个字一跑出来，这神经就开始绷起来了。大家仔细的看那个拼音就知道，这个感谢新疆里面感谢哪些呢？感谢地方政府，感谢中共宣传部啊，所有的宣传部都中共的啊，感谢地方的公安局。那你想一下，这神经现在中美关系是什么情况？这个新疆这两个字蹦到这个电影里面去，前面有这个花木兰啊，有这个刘亦菲在那支持香港警察，这个后面就蹦出一个新疆来啊，怎么回事呢？花木兰的制作设计师这个 Grand Major 说，他说电影有一部分是在在新疆取景啊，那么在当地拍，你当地当然要当地政府的许可啊，就出现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事你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剧组跑到新疆去拍了，你跑到新疆去拍，你肯定要跟当地勾兑，你不勾兑他不能让你在那儿拍。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没有政治触觉，还是因为他要讨好这个中国的观众，他就跑到新疆去拍。
新疆那个场景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他跑到新疆去拍啊，那么大家这肯定就是一场风暴了。新疆有几个议题，新疆当然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中共在新疆的这个一系列的镇压行动，其中最有标志性的是什么？就是集中营，号称假名叫学习营啊，关了上百万的这个维吾尔穆斯林啊，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发酵，就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事件，其实在整个西方的主流媒体上一直没有下来过，一直在主流媒体上啊。那么你这个最后跑出一排这个新疆的感谢的这个清单，8个部门，新疆有8个部门，那花木兰碰上大事了，这就碰上大事了。而且新疆现在新疆议题也是中美之间中美角力啊，我就读正音啊，角力的一个主要的议题之一。大家想一下啊，这个我们记得白宫针对新疆议题已经采取了4次的制裁措施啊，制裁。那么现在正在考虑干什么？就是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准备制裁新疆的棉花制品、棉制品啊，棉制品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那么新疆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国啊，出产国。那么中国的棉花占全球的20%，新疆生产了中国85%的棉花啊，中国是第1大的棉花生产国，也是第1大棉花进口国。中国的棉花干什么？做衣服，所以中国是最大的服装出口国啊。好了，那么这件事情，这个料就越爆越多了。这个当媒体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料就越来越多了啊。第一件事，片尾的字幕提到的机构包括什么？吐鲁番公安局啊，吐鲁番公安局去年10月，川普政府制裁这个新疆的机构里面就包括吐鲁番公安局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而且制裁是什么？制裁当然我们讲吐鲁番公安局肯定这个对他影响不大，因为禁止美国的企业跟他有交易啊，我觉得吐鲁番公安局很难会跟美国的企业进行交易啊，这是第一件事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吐鲁番公安局是被美国制裁过的啊，被美国去年的10月份制裁过，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中间这个时间是怎么来的啊，时间怎么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拍摄的时间来看啊，2018年开始拍摄，那么有可能是在什么呢？有可能新疆的大规模的这个集中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2017年。那么也就是说，而且2017年是大规模的镇压新疆维吾尔的穆斯林。那么也就是说，2018年他们跑着去拍摄，就是镇压之后他们去的，敏感吗？敏感啊。然后还有一个人是谁？就是新疆自治区的书记朱海伦啊，然后就视察，有个新闻，就记者无孔不入啊，搜到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讲什么呢？讲这个前新疆自治区的副书记朱海伦视察吐鲁番的这个集中营啊，说这个表明该地区这类工作他是已经吐鲁番的学习营是早期的示范工作，这是第一个，就是吐鲁番本身就是学习营的集中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朱海伦去过吐鲁番这个学习集中营去视察，
然后朱海伦又是今年7月份被白宫制裁的中国官员、新疆官员之一。那你看一下，吐鲁番公安局惹出一堆这个事儿来。那你看，花木兰之前碰到了什么？就是迪士尼的花木兰，这个刘亦菲碰到了香港的花木兰周婷，大家在网上碰撞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等这个电影公映之后，大家发现后面有感谢新疆的机构，现在应该迪士尼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麻烦。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几点啊。第一点，大家要知道现代社会其实已经跟以前跟以往的这个社会事件的发展模式不一样。以往的社会发展模式经常出现的是什么？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大家面对面的对抗啊，或者走上街头，警察对示威者啊，这对抗。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街头对抗继续发生啊，就是大家面对面的继续发生，但是另外一个战场也在对抗。什么战场？就是虚拟世界、网络世界。网络世界的对抗实际上是现实对抗的延伸啊，这就是所以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那个级别的对抗比现实的对抗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泛，它产生的后果更严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的一些对抗，你比如说迪士尼的花木兰刘亦菲和这个香港花木兰周婷，他们的对抗是什么对抗？他们其实不是故意发生的对抗，它不是有意发生的对抗，它是一不小心出现的对抗。这个对抗是什么对抗？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就是没有人在引导这件事情的发生。虽然我们讲黄之锋最早出来抵制这个花木兰，但是其实就算黄之锋没有出来，这件事情也会发生。为什么？这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就是当你看见这件事情，你马上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你有这方面的想法，你就会产生那种行动，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意识形态的对抗其实会影响现实对抗的结果。所以我们看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议题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一个急剧的变化啊，这个急剧的变化你在外面看你看不到啊，你走到马路上你感觉不到这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了，而且它对我们的未来的影响非常的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迪士尼的花木兰刘亦菲和香港的花木兰周婷，他们的碰撞意味着什么？好吗？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是也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啊。在我们之前啊，我们对外部新闻的关注的框架啊，基本上是重大新闻时事啊。那么我们会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这些重大新闻时事上。那么这叫什么？这叫硬菜啊！硬菜基本上是走硬菜路线，但是时间长了啊，大家这个硬菜一桌子酒席全是硬菜也不行啊，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些汤，有一些蔬菜等等。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啊，我们节目的未来的发展，我们会从一些相对软性一点的，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来切入啊，看待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尝试啊。昨天我们尝试了一下恢复我们的这个新闻插座啊，
那我们今天尝试关注通过这个花木兰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啊，我希望尝试用更多的视角来向各位的网友啊展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分析和观察，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这个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好，我们呢今天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啊，明谢一下啊，984 degree， 谢谢 ，Good evening sir， Buy you an Indian cheese， OK。Man Chen， 谢谢 Ivy 刘，谢谢。最近因为自己的小生意回转太忙，总是没有时间听王先生直播，连录播都是断断续续特意早起报道，给新老群友问好。今天的议题真好，请墙内外的朋友继续支持王先生，谢谢 Ivy， 谢谢归人111，谢谢王老师，可以抽一期具体说劳动法吗？为什么是恶法？这个是好，这可以讲啊，这可以讲。允许工人耍赖是怎么回事？具体分析一下，谢谢啊。Ada 亮，谢谢 TT， 谢谢，谢谢王老师今天的甜点木兰糕啊 ，OK， 谢谢啊。杰西菜，谢谢。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观点：花木兰原型是北朝，鲜卑族军户世家的女儿，其实根本就不算是中国人啊。她从军反映了游牧民族女性的传统，事实上远远不同于汉人的性别观念。木兰的形象随着朝代变迁，逐渐开始符合三从四德的汉族女德，其文化形象越往后越女德化，已经距离那种纵马奔驰的游牧女性的形象越来越远了。先辈啊，先辈。观点从今我抵制所有迪士尼，把那血腥可怕的新疆刽子手包含在后面的感谢名单。这跟之前把暴力血腥包含在儿童看的佩佩猪卡通里面一样令人发指。OK， 观点：这部片不对应迪士尼的精致招牌。真善美，希望爱，这真是迪士尼的黑暗时刻，也是 Hollywood 向邪恶下跪的真实写照。情况加情绪，木兰电影不能算成功，商业成功吧？维基百科的数据，预算2亿美金，到9月3号大概票房是590万美元，是预算3%不到。如果继续抵制的话，最后票房收回预算10%，迪士尼就要念佛了。迪士尼一边讨好中国，一边想在欧美标榜种族多样性和女权，这次迪士尼骑墙算是劈叉劈裂了，请大家继续抵制木兰。我看数据不像，我印象中是台湾已经是3000多万了吧，4000万了吧，4000万新台币了吧。算不算成功？我还不能下结论，因为刚上啊。我觉得一般来说他们很难败。那么到底有多成功不好说啊。你说的也对啊。现在还不算是成功啊，不算成功，刚刚开始啊。观点：迪士尼的 marketing 部门这会儿后悔莫及吧，在正义和赚钱上越来越只能2选1。熊掌与鱼翅不可兼得也，目前的形势变化就是这样，千人计划就是样板。非常对。现在呢，基本上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此之前，你可以看就是中国市场对很多行业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市场，所以你看 NBA 也好，这个好莱坞也好，主要的几个，你看 NBA、好莱坞、
这个华尔街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些商业机构，他们在碰到中国政府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我们不能说别人跪下吧，至少是配合吧，至少是配合，就是绕着走，有些问题绕着走，不行我就屈服啊，大概是一个这个套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美国政府开始跟中国干了。所以这些机构也开始转向开始转向。为什么要转向？因为它的商业风险更大。你权衡一下，这边是美国政府，这个中国政府，就虽然说中国有14亿人口，可是中国有10亿人口没有护照啊，1000块钱以下的收入，你觉得这个市场很大，美国市场更大，好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衡量一下，美国政府更得罪不起。所以他基本上现在他们就开始要转向的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完全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商业利益的盘算，他还是会转向的啊。观点与情绪，花木兰拍的不伦不类，迪士尼为了讨好中共，把花木兰的中心思想都没搞明白。花木兰从军主要是因为军书12卷，卷卷有原名，所以才有后面的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垃圾迪士尼硬生生拍成了忠君爱国，简直就是侮辱典故。没看电影，听朋友简单讲了一下梗概，无比愤怒。我也没看。情况，我闺女昨晚电话里就告诉我不要看花木兰，她是美国长大的孩子，支持香港。美国年轻人，特别是华裔，非常关心政治三观正确，为娘的我很欣慰。非常对，非常好。观点，李文亮也支持过香港警察，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想那么多。我相信刘亦菲本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香港发生什么事情，就跟大部分中国人一样，觉得官方的倡议就是对的。李文亮有可能有个人就是没多想，但是刘亦菲不同刘亦菲有6700万粉丝，他是有团队的，他有经纪人公司的，他是不可能随便没多想直接就在这个微博上发东西的，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经过了经纪人公司才可以发这个发微博的所以这块我觉得是不可能没多想一定是有想法的。那有没有手贱的可能性？有手贱，因为他转发人日嘛，你跟经纪说我转一个人日的帖子，经纪会不会同意？肯定会同意。但是你说这个没多想，我觉得也不是，他肯定有想法观点，抵制木兰只是民间对抗中共的开始。明年奥运会，我希望看到运动员穿戴支持香港的运动服，希望看到观众支持香港的 T 恤，街上行人带黄雨伞。这个我觉得明年的奥运会肯定会是一场新的抵抗运动的开始提问，花木兰的拍摄是否有新疆政府的投资或参与？这个没有看到。如果有的话，那现在应该已经出来了，应该是估计没有吧。迪士尼2亿美金，为什么要分给别人呢？你说呢？观点，考古学与历史文献记载，花木兰是燕达人，也是突厥人的一支祖先，也是今天新疆人的祖先。现在中国人不仅把他改成汉人，还奴役他的后代去拍摄他的故事。人类的荒诞与残忍莫过于此。观点，抵制花木兰的行列再多我一个。原来会看成龙的电影，喜欢听谭咏麟的歌，看到他们签字支持恶法，真是令人痛心。现在只要支持恶法，我都全部抵制。我在Facebook 看见有一个这个老年的网友把他心爱的这个唱片，谁的唱片？
谭咏麟的唱片，一个一个敲碎啊，就是那种以前的那种黑胶唱片，一个一个敲碎，这是真的是伤心，很伤心啊。观点电影我看了，主旨臭不可闻，连动画片的那种昂扬的不屈反抗精神都没有了，那就是完蛋，那就是活该。观点，我认为应该放下血缘归属的民族，改用文化归属的民族。美国有一世界民族的熔炉之称，认同美国的文化就能成为美国人。这个我有点不大同意啊。我一直讲过我的观点是什么？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什么？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就是我谁都不管，我就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的中国人小日子，也没人管我。这就是美国的自由精神。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归宿，去融入到那个一个所谓的美国熔炉里面去？那不就是中共吗？中共不就是在干这个事情吗？这个内蒙古汉语教学不要用这个蒙文教学，不就是要让蒙古人融入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一个成员吗？让跟大家一致嘛。美国的多元文化，我觉得是它的力量之一啊，所以我不认为你在美国生活需要放弃你自己本源的文化母体，去融入所谓的一个主流的文化主体啊。这件事情其实中共一直在干啊，我不觉得在美国的中国人要这么干啊。美国的中国人应该保持他中国人的，可以保持，你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变成一个白人的生活方式，接受他的宗教，接受他的生活方式，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没有问题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可以这么做，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做任何人，就是你可以保持你的中国文化，你可以保持你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在美国生活的真谛啊，而不是你要放弃你的原有的文化，你保持，但是有一条你得做，就是你得认可美国的国家理念，自由民主人权这个理念，接受他的国家运行规则，但是同时你可以保持你自己，我认为是这样啊。观点与提问，个人并不喜欢把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请问王老师的观点，文化跟政治是不是能够不挂钩？文化与政治没办法不挂钩啊。这个用小说来反党是谁的发明？是共产党的发明啊。为什么中国的诗人、中国的作家在文革中最惨？原因是什么？原因中共很清楚，文化和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很多人通过这文化来表达他的想法，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文以载道啊。文以载道讲的是什么？就是文化跟政治的关系。所以文化跟政治很难脱钩，他们一定是挂钩的。但是文化是不是等同于政治？不对，这文化等同于政治，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但是文化跟政治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是事实。但是文化一定不等同于政治。如果文化等同于政治，你会去看到，在中共治下有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中共的文化有没有兴起？没有。为什么？他把文化等同于政治，那就发展不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啊。观点，迪士尼98年花木兰动画片，我记得当时中国引入的第一部迪士尼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内核是典型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反映的是美国的价值观，爱国是有的，忠君没有。动画片的结尾是皇帝向花木兰鞠躬的镜头。观点应该是鲜卑据传是一个发祥于东北
草原之间的这个半游牧半渔猎的东胡民族，在永嘉之乱后随北方的草原南下，其后陆续在中国今天的北方建立后燕、西秦以及北魏等国，其中托巴氏建立的北魏是统一中国隋唐王朝的基础啊。应该我印象中唐太宗有这个先辈的这个血统啊，应该是鲜贝慕容拓跋独孤令狐都是很多就是他们的这个姓情况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受到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于华为制裁的影响，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在禁令预期生效的9月15号起停止对华为提供储存芯片那就是彻底瞎了华为我还是那句话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包括他们的现在的 CEO 叫于什么我忘记了他们现在也放很多话，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华为会逐渐在这几个主要的市场，手机市场、服务器市场5G 的这个市场都会慢慢的消失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生产它的设备了观点：美国文化熔炉是分享各自文化的特点，从小学就开始做，鼓励小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文化，经由了解来互相尊重，非常正确。文化的熔炉并不是把差异消灭 ，no， 文化的熔炉不是消灭差异，文化的熔炉是什么？文化的熔炉是相互尊重、互相尊重、共存的一种现象，文化现象，而不是消灭差异。消灭差异那不是文化熔炉，那是大一统，就是车同轨、书同文的那种模式情绪，我来到一个非英语国家已经18年，同事、伴侣、好友都来自世界各地，日常要用3国语言交流。哇，那你很厉害。以前很少与国内交流，智能手机出现后又恢复了与国内频繁联系，但是物是人非，价值观就像平行线一样，毫无接触点。我原来看凤凰卫视的一些节目，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期待，觉得中国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开放了。谁知道新独裁上台后变本加厉，还把香港弄成现在这样，成功的把先进和落后转化为东西方的区别灌输给国人，可悲、可怕、可恨，非常正确。提问：艺术呢和政治也挂钩的吗？艺术是文化的一种现象艺术是文化的一种现象，它跟政治我们不要讲挂钩，它跟政治有关联。我们讲它有关联，它有东西连通在一起它很多东西是连通在一起，但是你要把它挂钩挂在一起，也可以这么干但是这么干的后果一般来说没什么好下场，就是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你跟政治挂钩的很紧密，通常走不远。大家脑海里记得的那些作品记得的那些这个电影，都不是跟政治挂钩很紧密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政治会扼杀文化的某些元素就是说，当一个文化现象被政治入侵的时候，有一些文化的元素就会被消灭掉，它就会影响它本身的特征。所以跟政治太近的文化现象通常走不远通常是这样但是他们之间可以有关联可以挂钩可以是这样。观点：这几天辅导了几个小学生做功课，我发现挺恶心的是，小学课本里出一道数学题，要把政府如何防疫抗灾写进去，
真的看不下去。我发现他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洗脑的机会的，非常正确啊。情况，据 Fox News 报道，挪威议会已正式提名川普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在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协议中的贡献啊。这下川普总统这一下就睡不着了吧？啊，这下睡不着了，这个有想头了，有念头了啊。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鸣谢一下张小鱼，谢谢 Pine Tree，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每期节目都看您的节目啊，谢谢姥姥王，谢谢老师好，同学好，昨天家里已经搬清了，总有些伤感，入住家里附近的酒店，明天一早开车去拉斯维加斯了。哦，搬到拉斯维加斯去了吗？哦，好吧。黄征培，谢谢。好，观点，我喜欢的音乐家贝多芬就是跟政治挂钩很紧密的，我是喜欢他的音乐后才了解他的思想，而且和我吻合，当时真的很高兴。你觉得挂得很紧吗？我觉得挂得没那么紧哈。情况加情绪啊，电影800的上映被审查制度摧残了1年之久，勉强上映。影片中 CCP 宁可多显示日本国旗、日本军旗，也不愿意给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个特写，可见 CCP 的脆弱与惶恐。观点，王老师所言极是，当年8部样板戏是江青亲自抓的，其实京剧的最高峰也在这里，但是这也是这个时候是落幕的时候。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